可是依他的年岁，我阿爷出事那年，他还只是稚子之年，这对不上啊。但是若他只是走私，他何须亲自千里迢迢来到益州？他后来接近我，又是要做什么？不用急，这些事呢，交给我去查，交给我去管。夫人，可还有更要紧的事情？什么？杨家的妖魔鬼怪，可不好对付着呢。夫人，你要小心了。他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啊。哎呀，这三郎，这是家宴，你当了这个督察之后，你这官威太大了啊！你连我们杨家家宴，女眷是不能上台面，这条老规矩你都忘了？这便是你与督察说话的态度吗？哎呦呵，这是家宴，不是你警官府，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啊！杨敬林，你是忘了小时候我怎么揍你的了吧？不是，你说话吃饭就吃饭，你别拿筷子指着我，今天。啊，行了，一家人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吃顿饭吗？啊，三郎的媳妇刚嫁过来，咱们家饭桌上也不缺这副碗筷嘛。最主要的是，让他借这个机会，认识认识宗亲长辈们。可别家的媳妇儿，也没这个礼数啊。再者讲，三郎的媳妇儿嫁过来也不光彩，也没资格登这老爷子堂。哟，夫人，你看这筷子是什么迂腐老木头做的呀？怎么轻轻一放就断了？没事吧？啊，我去换一双筷子。哎，三郎说他吃好了，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就先告退了。茵茵，你先坐下。茵茵入宴，是我准许的。我也是女眷，我能出席此宴，且经营杨家的生意，是承蒙各位宗亲和主事的信赖。我请茵茵入宴，是因为茵茵亦不是寻常女子，不仅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日后也少不了经营我们杨家的生意，所以参加宗亲大宴是早晚的事儿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说到的。哎，阿嫂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能懂了。飞花会会长，她现在是我杨家的媳妇儿，那这飞花会迟早得入我杨家的名下。是呀，二爷，我说怎么好端端的叫着一起吃饭呢？原来是场鸿门宴啊！三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就算是杨家对我夫人有恩，也不该把我夫人的商会算作是嫁妆。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你说谁呢？这么说话呢？夫人别怕，谁敢让你不舒服，我就让他们更不舒服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我这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会先烧到谁的身上。没意思啊，这菜一看就难吃。夫人，要不我们走吧？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真的告退了。
乌烟瘴气。你说什么？杨静兰，大哥，你看他这什么态度呀？就是他说谁乌烟瘴气？这个饭吃的，确实是没什么意思。不吃了。大郎，先送阿姨回去休息。是。果然很难对付啊！竟然还惦记你的商会。阿佳若是想要我的飞花会，那他便会一早就与我谈条件。这只能说明他想要的更多，筹谋的更少。这位主母，他不是坏人，但眼里只有生意。说起来，他比这所有姓杨的都更像杨家人，所以他才能当这个长氏夫人。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信誉，就算阿佳有自己的筹谋，我相信他会与我公平交易的。可是这杨家是个大家族啊，哎，在家族里生存和做生意是一样的。一开始就给出最差的态度，这往后你稍有退步，他们就会觉得你体谅懂事。一开始你就给出最好的态度，稍有不慎，他们就会觉得你离经叛道，忘恩负义。你以前是不是吃过很多苦？有些教训只有摔了跤才能学会的。才没有，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聪明。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你只是放不下情面，怕我和家人关系更僵。才没，我这是先礼后兵。嗯，我信。哎呀，饭也没吃成，这肚子真有点饿。我也是。那要不然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，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我去给你做。夫人，三郎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也和喜欢的女人成了家，你能不能放过他们？别再折腾了。老爷是担心我害三郎？你不是害，是利用。你为什么让三郎的媳妇儿参加宗亲大宴呢？在饭桌上，你为什么要提那个飞花会啊？你敢说你不是想借助季莹莹的勇和三郎的职位来整治那帮宗亲吗？茵茵嫁到杨家，并没有白久。今天宗亲们都在，顺便认识一下，不为过。茵茵秀外慧中，她的才华老爷不知道，但日后你会知晓的。别人不知道，三郎抢了二郎的钱，但既然嫁到我杨家，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过日子。我一心想的都是杨家，问心无愧。你对杨家好，不容置疑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要败了会怎么样？你看大郎，至今都不愿意再娶，这还不吸取点教训吗？三郎跟大郎不一样，茵茵跟玉娘也不一样。这两个相爱的人能不能在一起，不在于外面的阻力，而在于他们自己。
两个人都相爱了，他们之间还会有什么阻力？相爱跟成婚那是两回事儿。相爱的人未必能够在一起，但像我跟老爷这样门当户对、相敬如宾，也许会相守一生。尝尝。怎么样？自从阿娘和师傅走了以后，你是第一个专门为我做饭的人。这面有家的味道。你要是喜欢，我经常给你做。不用，以后我做给你吃。等着。是不是想喝酒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能喝，但你可以看着我喝。行，看着你喝。好酒啊！谢。真香。想得美。杨金兰，江湖上是不是特别自在，特别快乐？嗯。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这里？嗯。那你为何要留在这里啊？为了你。凭什么呀？就因为我是你盟友？秦月阳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只是盟友吗？你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仅仅只是因为你是我的盟友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你。那你呢？啊？那你呢？
带你去个地方。我成婚了，我有家了。这是英英，是我的夫人，是我此生唯一的夫人。阿佳，我叫季英英，是您的儿媳。我知道三郎之前吃过很多苦，从今往后，我定让他珍重身体，日日开心。您在天之灵，便放心吧。杨家儿郎5岁后便会拥有自己的院子。但是我每天还是会跑这里来，这是我在外唯一会想念的地方。这是鸟笼吗？是啊，这么大。我阿娘喜欢鸟雀，喜欢看着这些鸟雀在笼子里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。我阿爷便天南海北的搜罗来各样的品种，还给他特制了这样一只大鸟笼，来哄他开心。我阿娘很爱我阿爷，但在杨家规矩的约束下，她变得行事谨慎小心，生怕给我阿爷带来麻烦。渐渐的，便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自我，就像这笼中的鸟儿一样，被困在了这个院子里。直到我阿娘去世的前一天，她叫我把这笼子打开，把里面的鸟雀全都放了出来。她对我说，要还给他们本该拥有的自由。英英，我不会像我阿姨一样，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。我想让你和我相遇、相守，像是一只鸟遇见另一只鸟，像是一阵风邂逅另一阵风，要更快乐、更自由、更肆意、更鲜活。可是你在我心里不是一只鸟，也不是一阵风，是月亮。我这条夜路很长，原本打算自己一个人就走下去，可是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我一抬头，就能看到月亮。风霜雨雪，阴晴圆缺，他总是陪着我。他与我说过，要给我托底，从未食言。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这剑穗
可是妹妹，我不识抬举，婉君夫人那条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河碎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那天有光印在你的身上，我才有的灵感。啊，我还记得你说我杨静兰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。白胜在明面上他还是个生意人，他以生意人的形象出现在益州，定然不是桩巧合。既然如此，我在这件事上还有用武之地。你还打算继续跟他做生意？那个白胜，要我说，比起生意，他怕是对你更感兴趣。你还真是什么人的醋都吃哦。但我已经嫁给你了呀。我自是信你，但我不信他。我也不信他，但我信你呀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许冲动行事，不许以身涉险。我呢就好好做生意，若是能查到线索最好，查不到也不强求，绝对不以身犯险，这样安心了吧？阿佳叫我过来，可是因为今日我冲撞了二叔公。今天的事我知道了，不算冲撞。二爷有他自己的过错，叫你来，不是因为二爷的事，那是杨家的脸面。宗亲们对今天的事颇有微词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也知道你有才华，但对益州有贡献，可不等于对杨家有贡献。阿佳，英英也想有功于杨家，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如今英英已不是飞花会会长了，若是想为杨家尽力，不知还有何途径，还望阿佳指点。三郎名下有几间铺子，因为他常年不在，一直由家族代为照看。你若是有闲暇，不妨接手打理，你可愿意？英英愿意，多谢阿佳。那好，那我就着手安排人交接。茵茵，在杨家做生意，不同外面，不仅要懂生意，还要懂规矩和人情。茵茵明白。
你行吗？夫人，我不行。见过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鄙人姓孙，是三郎君名下2家店铺的掌柜。三郎君的铺子就在前面，二位随我来。您看，那家和那家那是大郎君名下的2间锦铺啊，后边那是二郎君名下的绣铺和成衣店。哎，后边那是二爷的茶庄，哎呀，绣楼啊，那个是三爷的染料坊。哈哈。哎呀，这条街上杨家的铺子比这牛马都多，像这样的街有5、6条。杨家是真富裕啊！哎呀，要不说您嫁了杨家是您的福气呢。哎，是杨家有福气，能娶到我夫人。哦，是，都有福气，都有福气。哦，这就到了，就是这家。孙掌柜，哎，这锦缎为何都摆放在外面？三郎君、三少夫人，是鄙人经营不善，能力有限，这店面面积太小，只得在外面铺陈一些，还望二位见谅。夫人请。孙掌柜，哎，麻烦你把账本给我看看。是，您稍等。制工是不错，但就是样式太过时了。夫人是打算在这里大展拳脚呢，还是随我一同回去讨个说法？你看，杨家的生意做得那么大，却偏偏给我夫人一间这样的破铺子。况且杨夫人早就知道我会随你一同前来，想必他们已经做好了我们会闹的准备。容我再想想。哎呀，刘老婆，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们这锦啊，刘伯，卖。你就看在咱们都为杨家做事的份上，先卖我吧。怎么回事？三郎君，三少夫人，这是我府上的职工刘伯，下个月他女儿出嫁，想买块锦做雀扇，但，哎呀，刘伯，不是我刁难你，这实在是零买不得呀。我知道，我都跑了1天了，所有的商铺都不肯做我这么大的生意，我也想多买，可我买不起呀。哎呀，惭愧啊！至今多年，女儿出嫁，我这个做阿姨的，连一面出锦雀扇我都买不起。去给刘伯挑一块合适的钱。哎，三郎君，这个使不得，我哪能要您的东西呢？快去，快去！我哪敢收您的钱？我去拿便是。刘伯，杨家庶子不得入锦吧？那年我好奇偏要去看，是你把我给藏起来的，你忘了？这本不值一提的事儿，三郎君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。刘伯，这是三郎君和少夫人的一片好心，你就收下吧。多谢。使不得。祝郎君和夫人早生贵子，福寿延绵。夫人想什么呢？我刚查了铺子的账，发现一些问题。这铺子的流水少得可怜，库存里的都是一些残破的、不时兴的旧锦，
根本无人问津。哦，原来不是在想我。想你做什么？你不是好好的？我，其实我也没完全好，还问夫人垂怜。夫人，你看我这手啊，到现在还提不了重物呢。啊。夫人，你如此戏耍一个身负重伤之人，不好吧？啊！张嘴。哎，差不多行了啊，前女友感人了。身上有伤，接下来，魏夫人，请勿见怪。也就是英英吧，愿意信你这鬼话。就你这张嘴，哄骗多少小娘子？阿姐，你这话就不对了啊！你从小看我长到大，我何时哄骗过别家娘子？闭嘴吧你！谁看你从小长到大了？哎，他身子还未痊愈，不能饮酒。哎，没事儿，可以喝一点啊，就喝一点，一点都不行吗？你说呢？不能喝酒啊，莹莹。那日朱狗红来我这儿拿了2坛酒，不是你喝，是送人了，送人了。阿姐，阿姐，你这……梁静兰，我错了。你的伤好没好，可以你说了算，那是你的义举。但你能不能喝酒，得我说了算，这是我的脾气，懂吗？懂。不喝了，不喝了啊，一点都不喝了。这样吧，夫人，咱们聊聊正事吧。你刚刚琢磨了半天这铺子的情况，这是打算接手了？以前我从未正经打理过铺子，要从破铺子开始学，也好。锦上添花，不如力挽狂澜。夫人这是有什么想法？蜀锦贵如黄金，又从不灵脉。许多像刘伯那样吃了半辈子蜀锦的人，恐怕连1尺像样的蜀锦都买不起。可是蜀锦对他们而言，甚至蜀地百姓而言，意义都是非比寻常的。咱们铺子里的锦，可能对于豪绅而言不够实心，但它仍然是好锦啊。不如我们将那些卖不出去的碎锦做成一些小玩意儿，譬如首饰的包装、小香囊、团扇之类的。虽说比寻常的荷包贵一些，但是百姓也买得起。既清了旧货赚了钱，又能让寻常百姓同享蜀锦之美，夫人睿智啊！但是光靠我们铺子里的锦还是不行，还需要再多一些款式。无论新旧大小，只要样式好看，价格便宜。夫人这是有主意了。真好看呢，可是给谁看呢？女为悦己者容，这番对镜贴花，自然是给夫君看的。那我今日若是不来呢？所以我日日等在此处，想着总有一天，夫君有需要我的时候。譬如节庆，有事总需要我这个赵二夫人出来露个面吧。又譬如我阿爷突然想起我，想要见见我。你们牛家人啊，还真是心智坚韧，在如此逆境中，还可以做到隐忍蛰伏。
夫君终于肯来见我，是有什么要事吧？啊，听闻你在长安住过一段时间，结交了不少达官贵人。夫君这是要把赵家的生意做到长安？长安可是我的伤心地啊！我的第二任夫君，便是死在了那里。自然，我是愿意效犬马之劳的。只是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玉渊他没有死，我能把他卖出去，就定能给他买回来。你若再执迷不悟，一定会知道他的下场。玉渊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自从你离开家以后，阿公每年都会凭着想象画一张你的肖像，让人照着到处去找。后来，杨家行商远行，每一次都是阿公带队，他希望能遇到你。他每年为你抄经祈福，哪怕你不回来，也希望你能平安。阿佳给你看这些，不是要劝你，他只是想告诉你，故去的人已经故去了，活着的人最好是珍惜眼前人，不要将来后悔。我就是来传话的，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。夫人辛苦了。我做什么决定，你都支持我。嗯。好。来。哎，杨佳兰，你干什么？你帮我下来，我还有事。我也有事。我有正事。我也是正事。哎呀你。这路不好走，注意脚下啊！杨金兰，我跟你说啊，虽然目前规矩只改了3条，但是阿兄和于掌柜说，那些工人们的确是更有干劲儿了，做事情也更快了。但是赏罚制度那条，也引起了一些工人之间互相嫉妒，还是要完善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对了，上次你跟宗亲们说太子要买杨家井这事儿，太子要是知道了，真的不会问罪吗？不会啊，只要不触犯律法民心，他随我用他的名义。但这招也不能老用，我们还是得尽早用自己的规矩说话。累了，我背你。好啊。来。不用，这是我第一次来看踏雪，我要有诚意，而且我还得学着习惯，以后我还要经常陪你来呢。好，走，慢点。踏雪，抱歉啊，今日才得空过来看你。谢谢你千里奔驰，将他送回来救我。听说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那种叶子，这次你先将就2口，等我下次来，我在这旁边
给你种一棵这样的树，你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叶子。怎么样，老伙计？他人不错吧？莫说是千里万里，即便是千万里，也值得回来娶她。那，答应给你画的图已经画好了，你呢好好看看，看看有没有落下哪个地方。嗯。这些都是你和踏雪一起去过的地方。没错。长安、江南、漠北、沿海。难怪你现在如此坦然从容，你走的路都成了你身上的一部分。以后带你一起去。我还想带着我的蜀锦一起去，我要让天下人皆知她的美。我要把它卖到江南，卖到漠北，卖到吐蕃，卖到天竺，卖到南诏，卖到所有我能去到的地方。夫人，南诏也要卖？卖！我在藩市看见那些外藩人是真的那么喜欢蜀锦，喜欢我大唐我一州的东西，我觉得与有荣焉。若是日后开通了商道，有了正规且成熟的贸易往来，就会减少私下交易，就不会有人无辜被害了。而且，蜀锦之美，不该囿于方寸之地。杨金兰，等我帮阿佳革新了杨家，我就带着蜀锦走出去。我想去看看这人间，也让这人间也看看我。好啊，那到时候我就陪着夫人一起去看看这人间，也让人间看看你。经久不见，各位姐姐妹妹们还记得我，还肯闪光来此一叙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尤其是郑夫人，感谢当年在长安你对我的照拂。坐在正中的便是郑夫人，她的阿娘与几位公主交好，公主们颇信赖其眼光，母女二人便以影响长安妇人风尚为傲。除此之外，五娘子此次宴请的，全都是长安城里说得上话、有好面子的妇人们。哎，你也是个命苦的，当年在长安便过得不看看这些妇人，没想到看似热情，实际都是来看笑话的。但你不该，他们都想来看看这牛五娘如今有多落寞。知道定要拦着你。那商户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即便你这是三嫁，那胎质也配不上你这名门淑女。可不是嘛，他没有打你吧？说什么呢？说好了不许提五娘的伤心事。无妨，姐妹们也是关心我。我现在的夫君待我极好，他是益州的锦王，赵家也是染织蜀锦的大户人家。蜀锦，赵家。哎呀，我的好妹妹呀，你不会是被人给骗了吧？长安贵人这穿的用的，那都是杨家锦，什么时候听说过赵家锦呢？可不是嘛，我们家中老夫人向来都是买杨家锦的。今日郑夫人这身上的便是杨家锦，那可真是寸锦寸金。哎呀，我啊，这是夫君送的，我自己可舍不得买。哎呀，在五娘面前说这个干什么？
五娘啊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哎，我这身呢，比你的是要贵重一些，那定不是你夫君对你不爱重，只是这杨家锦，确实无人能出其右。不对不对，我是想说，这赵家锦也还行。站住！大胆！你们一个舞姬也敢和宫廷妇要穿一样的衣服啊？因今日给夫人们献舞，小女特意换了一件新做的舞衣，不想冲撞了夫人，请夫人恕罪。看来不仅郑夫人钟爱着杨家锦，这长安城的歌姬乐女们也很是钟爱。你是故意的安排这出来折我的面子。郑夫人说笑了，如今杨家锦满大街都是，何来我刻意为之？确实如此，郑夫人，这杨家花凤纹锦，如今在街面上才10文1寸。10文，那不是寻常布匹的价格吗？郎君，那可是寸锦寸金的蜀锦啊，咱们真要这样做吗？这杨家在长安的声望也是日复一日，并非一蹴而就。我问你啊，用50匹锦去换杨家日复一日的根基和声誉，你觉得值还是不值啊？小人言浅，还是郎君深谋远虑。各位有所不知，自从杨家痛失了锦王的称号，为了挽回损失，只好薄利多销，粗糙滥制。若是各位还是依旧以这杨家锦为荣的话，以后出门难免少不了会遇见几件糟心窝子的事。你，不过这赵家锦可就不一样了。赵家是益州的锦王，我们精益求精，只为全长安城的贵人量身定制。每批锦都是由赵家最顶尖的织工亲自织成，从生丝到成锦，全由我夫君把关。最重要的是，赵家锦只有配得上它的人才能穿上。依我看呢，这赵家锦比杨家锦更为出色。你们如何看待啊？我看呀，也还真不错。既然五娘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美丽的蜀锦，那我们一同敬一敬五娘。哎，来来来，大家敬五娘。正是知道我在算计他，他之所以愿意配合，是因为每次我利用他之后，都会与他极大的好处。所以，你还需带着重礼去见他。他若是收了，这事儿便是成了；若是他能让他阿娘在公主面前说上几句，杨家便彻底完了。别喝了，送娘子回去歇息吧。是，不必了，我想再坐一会儿。这间酒楼是以前在长安时我和玉媛最喜欢来的地方。每一次被我那个禽兽夫君打了一顿之后，我们两个就会跑到这里来大吃一顿。
一边吃一边笑，谁也不许哭。我从出生起就没有感受过一丝疼爱。阿娘不认我，阿爷厌弃我是一个女子，一心只想嫁了我，为他换取利益。我的夫君更是不把我当人看。只有玉媛的出现，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疼爱。如今玉媛不在我身边，我的日子仿佛又坠入了深渊。赵修远，我累了。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你把玉媛还给我，我们就两清了。好。不是送了信，让你们在季家多住些时日，过几天再回来吗？阿兄，我们也是杨家的一份子，我们也想解决长安的问题。他们不是想解决长安的问题，是解决你们。那就更要回来看看了。杨静兰，难道你想重蹈我当年的覆辙吗？杨景山，我夫人今日前来，是来替杨家解难。再说了，杨家何时管得住我了？夫人，我们走。夫人，沉住气。季莺莺，家法面前还不跪下？二叔公要请家法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理由？你招惹了赵家，你让赵修远在长安坏了我杨家的名声，致使我杨家这么多的货物堆积难销，人脉受损，这个罪名足够把你赶出杨家了吧？自己卖不出去东西，却怪上了人家，这杨家的家法就把诸位教成这个样子吗？那依我看啊，这杨家的家法不要也罢。杨静兰，你不要在这里大放厥词啊！你要瞧不起家法，我连你一起赶出杨家，还连带你娘亲的灵牌一并请出祠堂。哎呀，老爷，沉住气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杨巨礼，我平生最恨别人拿我阿娘来威胁我，今日我便把话给放这儿。谁敢动我阿娘的牌位，我便让他去当面给我阿娘赔罪。夫人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好你个不孝子孙，你敢威胁长辈呀你！来人呐，赶紧把这个祸害金英家法伺候。我看谁敢！大哥，放肆啊！放肆啊你！在杨家你是老几啊？老二啊！老子还在呢！
祸事，一边待去。当年没有保护好你们母子，是我无能。如若今天连个牌位都护不住，那我还当什么家主？死了算了。诸位宗亲，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，是为了解决问题，不是推卸责任。大家有事就说事，啊，没事就请回吧。都听见了吧？啊，都听见了吧？大哥脾气大呀，他是家主，我这个做二弟的也没有什么话可说。我只是可惜呀，我杨家的声誉，还有这么多堆积的货物，该怎么办呢？对，杨家家规第81条，倘若家主难当大任，可决以复之。对，好像是有这么一条。你放屁！老爷，家主并未说不管长安之难，诸位就开始落井下石了，传出去好听吗？我的娘家兄长们恐怕也不愿意与这样的人家交往。管，家主打算怎么管呢？二郎不是已经去长安斡旋了吗？我明天和大郎一起过去。只要人脉在，名声总能挽回来的嘛。这个名声毁掉容易，再建就难了。就是，现在最主要的是，这批刚做完的货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在外面可是欠着外债，就等着把这批井卖了清账。我看咱家主啊，是管不了了。谁说的？家主已命我，将这些井分文不差的卖掉。卖掉，卖去哪里啊？这就不劳二叔公费心了。按规矩，先付定金，2个月后结清余款。大郎，还不带宗亲们先去领定金？是，宗亲们，这边请。哎，别，且慢！这分明是缓兵之计吗？那季英英诡计多端啊，口蜜腹剑，你们还信他呀？杨老，他的话就是我的话，你要是卖，就去拿定金；不卖，滚出去！我没时间跟你扯淡。行，你是大哥，我听你的。要是2个月之后领不到余款，那该谁负责？对，自然是家主负责。听见了啊？听见了，听见了啊！对杨家有功者，杨家从不亏待。英英，若此事能成，以后这议事堂有你一个位置。哎，就这么定了。行，大郎，领二叔领定金去。来前进，走，来前进。英英，你向来是谋定而后动，今天既然开了口，难道真的是有了法子？多谢阿家阿公信赖，配合于我。英英的确有个主意，我想借益州地理优势，开通外藩商路，以真正破局。开辟商路？既然长安城的贵人们被一时蒙蔽，那我们索性就把井卖到别处去，让他们看看，无论怎么诋毁，我们杨家的井永远是寸井寸金。而且，若是开通了商路，不仅这批井能卖得出去，还能带回更多的订单，真正打开杨家的销路。外邦之人一时喜欢蜀锦不假，但如今
能够做的外番生意，都已经被瓜分了呀。所以，我们要走无人走过的路，从益州起往西南至吐蕃，圣地秘境遍布，皆是生意奇迹。不行，不能去。那条路艰险得很，不是天灾就是人祸，不能去。哎呀，不妨事，我与夫人同行，我定会护住她的。你去就没危险了。你神仙呐，还是能开山凿路啊？去！你不是认识长安的人吗？把东西卖给他们，你们带上锦，跟我们一道去长安。阿公，锦无论如何我们都能卖得出去，但是挽回杨家名声，并非一夕之事。我们由外而内，开通商路，杨家的名声也就回来了。这是杨家最好，也是唯一的出路了。行与不行，都要一试。在你眼里，生意比生命还重要吗？因为我别无所长，只有做好生意，才能护住我在意的人，让他们长命无忧。殷殷向来敢为人先，我信他，也信三郎能护住他。这事儿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。哎呦，放心吧，阿爷。放什么心？你刚才叫什么啊？叫什么来着？没听到就算了。不是，我听到了，听到了。你是不能再叫一声吗？啊？你最好把人给我完整不缺的带回来，否则的话，我打断你的腿。啰里吧嗦，放心吧啊。那好，那咱们就各自去准备。我跟大郎去长安，我留在益州斡旋。我和三郎筹备地图和文书。好，好，好，记住，平安为上。